欢迎来到日月塔罗，我是 Paulina。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一集，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了1000订阅了。那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做一集特别的影片，来跟大家解说一些塔罗相关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常常都会有机会可以做一些大众的塔罗占卜啊，或者是甚至你们也有一些去做个人咨询的一个经验，但是呢，可能对于塔罗为什么会灵，为什么它会准，然后还有它背后的一些原理，你们可能并不是这么的清楚，所以今天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个大解析。那我这边整理了这么多年来收集到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做一集10大有关于塔罗的问题，可以解答你们很多对塔罗的一些疑问，然后看完之后可能会对塔罗有多一些的了解。然后呢，我们今天还会做一个小小的塔罗占卜测验。今天呢，会做的是宇宙要带给你什么样的讯息。那这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那等一下最后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个揭露宇宙要给你的讯息。那我们开始我们的常见问题。第一题，塔罗是算命吗？八字跟塔罗有什么不同？其实塔罗呢，它跟一般的中国的就是长久以来大家很了解的像紫微啊或者是八字这些东西不太一样，它反而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问卜。问卜的意思就是说，遇到有一些事情你想要知道答案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塔罗的一个抽牌来解读你现在未来的不管是预测啊，或者是说给你一些建议啊忠告，其实有点像你去庙里求神，然后呢求神给你指引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支签，类似那种感觉。然后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像龟卦或者是鸟卦这种东西，类似那种中国的这样子的一种预示者卜的感觉。但如果说它跟像八字、紫微这些，它就有比较大的不同了。八字跟紫微这些，它算是直接从你的命盘来看嘛。那如果说你今天出生之后，基本上你的命这一生的格局，还有运势，还有你的个性等等等，其实都已经在命盘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概你这一生的走向，还有你的命中注定会有哪些财富，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际遇，其实已经是看的整个脉络都非常的明显了。但是如果是塔罗的话，基本上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塔罗它就是像我刚才说，它是预示者卜嘛，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是有遇到事情，你想要知道，你才会去卜嘛。它比较像是你现在有遇到一件事件，然后你希望了解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甚至建议这种，你才去问他。这就是塔罗跟其他的就是八字啊那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塔罗为什么会准？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预测自己未来的能力，所以呢，塔罗就是运用你现在的能量、你的磁场，然后呢去导引出相对应的牌，然后来解读目前还有甚至如果照这样下去的未来走向。它主要是依据你原本就可以预测你自己的一个能力，只是平常的时候你没有利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或者是你没有专业的人去解读的话，你是不会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能力使用出来。那为什么大众的占卜、塔罗占卜它也会准确？那也是因为大众占卜它是对应到所谓的就是群众的一个集体潜意识，所以你有一个问题，你心中有一个问题，你想知道答案，在一个缘分的状况之下，冥冥之中你可能有机会去看到某一个解答，或者是某一个影片，刚好它就是要回答你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呢，你就会刚刚好可以对应到你的磁场，然后回应你的想要知道的一个解答。
然后告诉你一些事情或是建议这样子。大部分的人设定就是只有几组的大众占卜嘛，所以呢，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跟你个人的磁场或者是能量可以完全对应起来，所以他可能有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完全符合。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如果真的非常非常的想要知道整体的很准确或者是很详细的一个分析的话，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说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个个人的占卜，才比较有办法完全的符合你个人的现状。所以就是大众占卜它是靠集体潜意识，然后个人占卜就是靠你个人本身的预测能力跟你的磁场能量去做一个相对应把牌给引出来的，就是这两个最大的不同。好，我们已经讲了3题了，好，还有第4题，其实大家都很好奇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例子可以说明？像以前啊，常常有一些个案来找我，然后大部分的人是问感情啊，或者是工作的部分也蛮多人问的。那主要呢，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工作上面，就是有一个个案，他那时候正在密集的面试不同的公司，想要找一个新的工作嘛。然后呢，他的第一间公司 A 公司，第二间公司是 B 公司，分别在2天之内就是去做这2个面试。那他在面试之前，他就先来找我，他就问我说我明天跟后天我要去 A 公司跟 B 公司面试，那我想要知道各个情况，就是面试的情况跟结果，然后他们会不会录用他，甚至是给他的条件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那我就会跟他说啊，你的那个去 A 公司，他可能呢给你比较多的钱，但是你可能在那边没有那么开心，你可能会很累。然后B 公司呢 ，B 公司的人都很好相处，但是可能钱少了一点，他可能也会跟你继续谈，可是价钱可能谈不拢。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最后呢是因为价格谈不拢，所以没有办法录用你。然后 A 公司他应该会录用你，然后但是他会很超哦，你要吗？大概就是给他一个对事件的预测，然后告诉他那个如果去那个公司上班的话，状况会是怎么样。结果呢，过了一阵子吧，他就突然告诉我说，我那天跟他预测这2间的状况完全都是一模一样，就是完全的符合他后来发生的状况，所以他就觉得很神奇，怎么会塔罗这么的准？其实塔罗啊，它预测很近期的事情，比方说1-2个月内的事件，它其实是很准的。但如果你要预测到比较久的未来的话，它的变数因为太多了，所以呢，有可能它的准度没有办法像近期的这么的准。这就是我对于工作上面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啦。然后在感情方面的话，之前呢有一个个案，他就是找我做一个占卜嘛。那通常我在跟个案占卜之前，我也不太会问他太多详细的状况。那通常就是只是问我一个问题，那我就开始帮他做解读。然后那时候他问我的问题，他就说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然后我想要知道说我跟他的感情将来整体的一个发展。然后就是听他这样讲之后，我就是开始帮他做一个整体的分析嘛。然后呢，后来就看到有一张牌，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是可以看得出，就是说好像他们2个之间还是有第3个人，就是不是1对1的关系。然后呢而且感觉那个男生的状况好像是他对他并没有很忠诚。然后所以呢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说就是前面就是帮他解读了牌，是说对他也蛮好的或者是怎么样，就觉得有一点小冲突。然后呢询问他之下才知道，原来那个男生早已经已婚了，而且也没有离婚，然后他其实算是一个第三者，所以他其实就是才是那个关系中的第三者这样子。只是他本来不想要承认他自己这个第三者，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讲说他自己是有一个男朋友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塔罗牌真的是
很神奇的，它很难让你去隐藏什么你不想说的事情，它就是这么残酷而又老实的把所有的真相就摊在你的面前。所以就是我也很对这个案例蛮深刻的，就是他告诉我的一个他们的状况跟我看到牌是完全两回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当时也觉得说，哇，塔罗牌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没有办法隐藏真正的事实。如果你抽出来的话，你可以说谎，但是塔罗牌不会说谎。第5题，算塔罗有什么禁忌吗？算塔罗之前啊，你最好就不要是意志不清醒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是喝醉酒，或者是有什么昏迷，或者是有点脑子不清醒的状态下去抽牌，或者是去做占卜，因为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牌的准度。然后这样子预测出来的，如果它不准的话，那你可能听了这些解读的指引的话，反而会让你没有办法就是朝更好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都不建议，不论你是去给任何的人做怎么样的近距离的解读或者是远距离的解读，都不太适合你是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做一个塔罗占卜。所以不要喝酒，或者是就是服用什么药品、毒品，这些都不要嘛，这就算是一个禁忌啦。第6题，塔罗占卜预测未来的结果一定会发生吗？这个是还蛮多人都想知道的，因为基本上啊，塔罗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预示者卜嘛，所以今天依据你现在目前的这个磁场继续走下去，它的事件的状态应该就是会这么发生。但如果你今天你刻意的做了一些调整跟改变，修正你自己，或者是修正你的行为，那么未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有可能你去算了塔罗，塔罗是跟你说如果你继续不要改变，那你接下来你会发生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听塔罗上面给你的指引，就是给你的一个意见，你去执行，然后你将会有另外一个局面，另外一个情势，所以它是可以被改变的。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你抽到的塔罗牌结果是不好的，有时候呢，你也可以去询问塔罗牌的问题是，我应该如何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建议嘛，那到时候你再依据这些建议去做调整跟改善，那这样子可能你就不会发生原本会发生的事情。那这就是为什么塔罗牌它这么的神奇又这么的好用，就像你人生中的辅助品一样，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给你很多的意见啊、新观点啊，或者是你自己都看不到的问题点，然后甚至告诉你怎么样的去做改变，会对你的未来会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蛮重要的功用，然后对你会很有益。所以呢，塔罗呢，它预测的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完全看你自己。第7题是可以自己算自己吗？当然可以啊。其实当初啊10几年前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塔罗牌，然后那时候学习的塔罗牌的第一副牌呢，就是这一副托特牌。看那个盒子啊，都是非常老旧了，就是被用到烂掉了。然后呢，这是我学习的第一副牌托特，然后托特牌是没有分正逆位的，但是它有非常多像占星符号啦，然后或者是一些色彩学啊，对啊，就是有很多神秘学的东西隐藏在内，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副牌。那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用了非常多年的一副牌。对，这就是我学的第一副牌。然后后来呢，因为塔罗牌系统也很多嘛，那就接触了非常多，像韦特啊，像 Oracle 卡啊，就是神谕卡，真的太多牌了。
就是各式各样的，现在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藏。那为什么我当初要自己去学这个塔罗牌呢？是因为我本身就从小就很喜欢神秘学，然后呢对各式各样的算命占卜都非常非常感兴趣。那时候刚接触到塔罗，觉得哇，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么神奇又这么准，然后我自己又这么爱算，如果常常去给人家算的话，那不就要花很多钱吗？因为我也是一个好奇宝宝，我非常想要多了解很多事情。那我就觉得，那如果我可以学起来的话，我不就可以自己算自己的事了吗？那这样子的话，就好像多了一个良师益友一样，这样子常常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甚至给我就是可以做很多的分析。因为有时候人啊，在很多紧急的状况或者是比较情况不好的一个环节里面，脑子有时候都不太清醒，然后或者是可能你的内心跟你的脑子想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的矛盾。所以呢，塔罗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可以将你的内在所有的，不管是你心里想的，然后你的行为举止，还有你的脑子想的，这些不同层面的东西，它都可以帮你抓出来，就有点彻底的分析你这个整体，然后来帮你做一个开药的动作，就是它的牌解出来就是一个药方。常常觉得塔罗牌啊给你的一个指引，其实有点像是你去看医生啊，就虽然有时候你不用看医生，病也会自己好，但是如果有时候你去看了医生的话，那个病如果假设医生开了一个药方给你，然后你回去有听话好好的吃药，然后好好的调整自己，然后改善，那其实你的这个症状，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点，那个坏的状况就会过去的更快一点。那它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跟忠告，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塔罗牌在我的生命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一直伴随我这么多年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第8题，可以自己抽牌请别人解牌吗？讲到这个就很好笑，这当然是可以啊。不过你的那个别人最好就是专业的塔罗师，或者是真的对塔罗蛮有钻研的人，这样子才不会有解错牌，然后让你误会了塔罗牌它不准，或者是他给你一些烂意见。因为其实牌呢，绝对永远他给你的答案都是准的，不准的永远都只是塔罗师解读的问题。然后呢，我自己分享一个亲身的经历，像以前呢，我的家人生病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很好笑，那时候我还在其他的地方，不在家里，然后她就很紧急的想要知道说需不需要帮我的家人转院，然后呢，因为她太慌乱了，她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所以那时候她还就是自己自己拿我的牌，然后自己在那边抽牌，然后抽完牌之后就跟我说，我拍照给你看，你看一下，这样子意思是要转院还是不要转院，哪一个比较好？然后我还就真的看了他给我的那个照片，然后告诉他说，不要转院，在那边就好了，在那边继续下去，对家里的那个长辈会比较好。然后后来之后，妈妈就说，好，那这样子就不转院了。所以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啦，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所以可以自己抽牌，请专业的人士帮你解牌，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第9题，怎样的情况下塔罗牌的结果可能会不准？刚才有讲过啊，就是如果你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去做抽牌或占卜，那个结果可能会不准。然后呢，或者是就像我刚才说了，原本塔罗是帮你预测你什么都不改变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因为你本身有听了塔罗牌给你的建议，让你去避免了发生的那样子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所以你就会有得到另外一个结局，所以你就是可能反而是好的，走到好的方向，走到好的路。那这个就是塔罗牌它不准，可是就等于他当初预测的未来不准啊，但是那是刻意的改变它嘛，我们刻意的去转变，然后改变自己嘛，所以这个也不能说它不准啊。
那我只是把这样子一个例子拿出来分享。那有可能是因为你刻意的去听了塔罗牌的建议去改变，所以原本他预测的那个结果就不会发生了。好，我们来到了第10题，塔罗可以一直重复算一样的问题吗？这个有很多就是个案，他们就是有时候会想不开，然后或者是比较会一直想要得到他们想要听到的答案。所以如果当第一次算的时候说会有一个他不想要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很想要再去算其他的塔罗师，或者是又重复很快的，就是想要再找同一个塔罗师再算一次一样的问题。可是其实这个时间如果间隔的非常短，而且在这中间你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那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因为你如果自己本身事件没有一个很大的进展，或者是很大的突破，或者是你做了一个很大的什么改变，或对方做了一个什么很大的改变，其实基本上还是照着先前的一个塔罗的结果去这样子的预测。但是当然啦，如果你有刻意的有这些外在的改变的话，或者是你有做了什么改变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那当然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局面，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再重算。但是在这之前其实是不适宜的，因为有时候你越算越多个的时候，你自己会很乱，想说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的，你到底要相信谁，反正你自己很忙乱。所以呢，一般来说我这边都会觉得大概一般的占卜，如果你是还蛮常在做占卜的人，大概那个占卜的时间都可以维持大概2个月左右。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很少算的，那你可能一生算不到1-2次那样子的，那你的占卜结果可能可以维持的更久一点，可能是3个月到半年左右。那它都算是一个比较短期的预测，或者是它因为就是根据你当时的一个能量磁场，还有你的就是一个预测能力嘛，那所以时间过得越久，外在的变数更多，你自己的变数也很多，所以它的不准确率就会提升。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算比较近期的事情，那它的准确率是最高的。所以这边是不建议说在事态没有改变之前你就一直重算，这样子会让你自己更加的迷乱，所以就不建议。分享完这几年常被问到的10大问题之后，那我们来揭晓今天的一个小测验，小塔罗占卜。那我们先做3次的深呼吸之后，我们来抽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选择好你要的牌的话，你可以先按暂停，然后之后再继续往下看。好，我们来看看抽到第一组牌的朋友。Sundress do it for you。 好，我们来解析一下抽到第一组牌，宇宙要告诉你什么呢？其实它要告诉你说，其实你现在会抽到这一组牌，表示你的生活上、你的人生里面、你的关系里面有遇到了一些难题。可能呢，先前你有一些关系上面的伤害，比方说可能有人离开你了，然后这个人有可能是比方说家人跟你有疏远了，然后你的朋友离开了，或者是你的爱人他也就是离开你等等等的，就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你在意的人，然后他没有办法的就是在你的身边这样子。那可能你目前正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又或者说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状态，所以你现在抽到了这张牌。然后呢，他想要跟你说的是，你应该要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去看护自己的心，然后看重自己，因为你是值得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你不要太过去依赖其他的人，因为你自己绝对会比他们这些让你悲伤的事件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你自己绝对是比他们更重要的。
所以你应该要先把自己疗愈好，然后好好照顾自己，这才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宇宙要告诉你的，请看重你自己，然后爱你自己。好，这是第一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第二组。第二组是羽毛，他说你要去做任何的事情啊，之前呢你应该要先想清楚，因为有时候你都就是可能想都没有想的太多，你在事情的到底是怎么样都还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已经做了判断，你已经做了评论，所以你就将身边的人置于一个困境。然后可能也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又太急躁了，你又太直接了，然后太尖锐了，去评论太多的事情，然后让你身边的人感到不舒服，或者是让他们陷入难过或悲伤的一个状态，甚至会跟你争吵等等等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他要告诉你说，你要说话前都要三思，你要评论前三思，这才是最好的方式。目前这是你需要知道的，那这是宇宙告诉你的一个讯息。然后呢，还有就是也不要去把其他身边的人当成是一个竞争，这也是他要提醒你的。好，我们来看看抽到第三组的朋友。这张牌是他说编织你自己的一个皇冠，但是不是编你自己的，还要编你身边其他人的皇冠。意思是说，其实呢，他知道你是一个爱惜自己，然后自己其实是真的很值得为自己戴上一个皇冠的。但是呢，你也可以把你的爱，还有你的关心、你的智慧分享给你身边的所有的人，他们也都是非常值得你去为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戴上皇冠的。那就是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个时刻，然后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他要你的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这个概念。这就是抽到第三组牌宇宙想要告诉你的讯息。好，这就是今天的10大常见问题，还有一个小占卜。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影片，那就欢迎你点赞、分享，还有订阅哦。拜拜。在这里有一个温馨小提示，塔罗是不建议占算你的健康哦。如果你生病了，去看医生才是正解哟。